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连开发区的新冠乒乓球俱乐部。一会儿呢，我们找一个直板的教练给大家讲一节课。刘教练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冠乒乓球俱乐部教练刘凯瑞。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反手拧拉的教学。首先，我们直板反手拧拉，手上发力点有2个手指，一个是你的大拇指，还有你的中指。这2个手指头把拍给紧紧的握住，这样才能更有效的去发上力。其次，反手拧拉不仅仅需要手去发力，还有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右腿，都需要一起去发力。像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先引拍，肚子一定要含住，绷住劲儿，然后把拍90度角朝下引下来。注意，这个时候只是前臂和手腕在绷住劲儿，肩膀是放松的，千万不要太过紧张，导致你这个球对不上点。然后引好拍之后，找好击球点，前臂去发力，带动着手腕甩出来，拍轻一定要出来，而且可以适当的稍微斜一点拿拍，不用太正，这样的话没有制造摩擦的那个角度。所以说斜一点之后，这个球过去不但会很转，还会拐弯。往后拧，它就是这么拧的。刚刚说完手上的东西之后，咱现在说一下脚底下。首先，咱们上脚肯定是上右脚，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可以上左脚的，就是这个球在小三角部位，你的反手小三角，你是需要上左脚去拧的。大部分都是上右脚，上右脚的同时，并不代表左脚就没事了，右脚跟上来，左脚也跟，才能保证你身体站立是比较稳的。你身体站稳了，你才能发上力，这个动作才能做得流畅。如果你是一个脚上去，一个拖在后面去够的话，这个球肯定拧不出来质量。然后咱们当上去之后，右腿是绷住劲儿的，拧完一定要2个脚迅速同时还原，不要拧完一个脚回来，一个要拧完2个脚同时站回来，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打接下来的连续。总之，球无论在哪儿，除了这儿需要上左脚，其他的都上右脚，包括它戳到正手位，咱们用反手拧也是上右脚。左脚一定要跟。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反手拧完应该怎么去衔接接下来的球。首先，想衔接接下来的球的话，重心一定要稳，而且功力都在腿上。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遍。拧完之后，你们应该注意到了，我是2个腿同时还原的，这样你才能站得稳。而且有个小细节，你在还原之后，你的左脚站位应该是比右脚能稍微往前一点的，为什么呢？这样能更好的转变你的正手位。如果你要是拧完右脚站在左脚的前面，光想着反手了，你正手位根本就转换不过去，胯就把你卡住了。所以说，想打好相持，你的左脚应该是站在右脚半个脚的距离吧，差不多是这样。现在说一下，我们面对不同的旋转，应该怎么正确的使用反手拧拉技术。首先，我们面对下旋比较转、比较低的球，那我们就应该使用侧拧的技术。像我之前讲过，拍头朝下90度，前臂和手腕往前上方向去摩擦去带，而且拍可以稍微斜一点。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个球拧得更转，而且应对下旋很转的球，我们可以使上劲儿去摩擦。来，发一个下旋。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反手应对侧上旋和侧旋应该怎么去使用反手拧拉技术。首先刚刚讲了，面对下旋和侧下旋，我们应该拧下降起，但是碰到侧上旋呢，就不能拧这个时间段了，我们要拧上升的高点最高点，然后同时动作就不要再使用去侧拧了，我们可以正着一些拧，因为它发侧下旋和侧旋是拐的，是往下走的，咱们要制造弧线，所以说要用侧旋拧的方式把它弧线制造起来。但是它发不转的球，我们就不用再那个制造弧线了，不然很容易出界了。我们就直接可以找好击球点往前拧。动作要小要快，当然要把球对准而且好旋转。直板反手拧拉，多角度演。
收前臂是正手攻球和正手拉球的重要发力点。这节课我给大家讲一讲收前臂的发力技巧。正手攻球啊是比较初级的动作啊，一般来说呢，在正式比赛当中很少使用啊，因为它过去的球没有什么危险啊，很多球我们用不上它。我们首先呢是针对初学者讲一讲啊，到底哪块是前臂啊？简单的说就是你肘关节啊到你的腕关节之间这段叫前臂，那么在肘关节到肩关节之间这段应该叫什么呢？叫上臂啊。在解剖学当中，前臂、上臂。那么关于小臂和大臂都是我们民间的或者说口语化的啊，这个对应呢一定要对哈。就说你说这个叫前臂，你这个就别说叫大臂了，这应该叫上臂啊。小臂、大臂、前臂、上臂。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或者是俱乐部的小朋友来说，很多教练员比较头疼的就是，也知道告诉他收前臂，这个前臂一收，开始的时候很容易球就跑到左边去了。你看来啊，来一打球，来啊，一打球往左边，老师你怎么老告诉我收前臂？这不上台呀！啊，那么收的时候有个技巧了，收前臂一定是在身体的带动下完成。什么意思呢？你看有脚蹬地、膝盖内扣、转腰啊，带动你的肩、大臂、小臂向左前方挥动啊，这你需要注意一下，不能单纯的收前臂。你会发现这个球拍如果单纯的收前臂，球肯定是要往左跑的，板面你对的就是左边。那么身体带动下，前臂不要收缩的过早，收缩过早也会上左边。来继续啊，如果你在这儿就收了，这球还是往左跑。一般来说，这个小臂收缩啊，都是在身体基本上转正的时候再开始收小臂。那么边收小臂还要注意，你这个身体要继续转动。这么说可能大家明白了啊，身体的转动，来，基本上球打来，如果你不收小臂，球是打直线。继续来，这是打直线。你看我这小臂基本上没有收缩啊，这是比较打直线。它是收小臂和身体转动啊，身体转动收小臂，来，它俩的一个合力，球正好是向斜线方向走，啊，好，停一下。好，我们重点说一说拉球。拉球的小臂收缩主要是起到一个加旋转、加弧线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小球时代是非常强调小臂的收缩的。小臂的收缩相比于身体的运动啊，幅度更小，它可以还原更快，而且制造的弧线更好，稳定性更强啊。这是在小球时代强调收前臂的或者叫收小臂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么随着球的变大，重量的变大，那么旋转和速度，包括你的力量都会相应的减弱。这个时候呢，如果单纯的或者说过分的依赖收小臂的这个力量，击过去的球呢，可能有旋转有弧线，但是击球质量就会差一些。来，比如说原来的这个阶段哈，收小臂是这种哈，小球时代是非常讲究这个小臂一收啊，身体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啊，这个弧线很好，旋转也有，稳定性也有啊。好，那么随着球变大，刚才讲了，你需要加一点肩带着大臂前送的力量。啊，你现在看马龙，有时候看樊振东他们拉球，小臂收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小，啊，你要不仔细看，有的人都觉得，哎，他怎么就拿大臂拉？尤其这个马龙那个哈，就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大臂用的很多，主要是为了肩带动大臂向前顶，给球增加力量。球的旋转弱了，对方的旋转也弱了。那么你这样的拉球呢，相对来说力量更大，因为我们知道肩和大臂肯定要比小臂的力量大，所以在大球时代，也就是现阶段拉球。动作幅度要比原来要大，尤其是肩带大臂前送的这种感觉。那么你小臂的收缩也不要太早，依然是在前面点收一点就可以，不能像原来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哈，它那个幅度就没有原来那么明显。那这个大臂前送的，我要慢点做啊。大臂的前送就比较重要，原来可能是这种感觉啊，现在呢这种感觉。撞的幅度要，或者说撞的比例要更高一点啊！撞的比例，摩擦就不要那么充分了。这种球哈，摩擦就不要那么充分了。好了，可以了。
咱们很多业余球友在拉球的时候感觉没有力量，有一部分原因，这里边强调一下，就是你人和球的位置关系不对。如果你的击球点离身体过近，啊，相当于把球让到你这个腋下附近，或者稍微往前一点，这种呢小臂收缩很大，大臂没法用力。做一下来，你看就是顶着我的这种感觉，这种啊，你看这种。小臂可以收，但是这球是一点合不上力哈，点都在这儿呢，看清了吗？经常能看着这小臂收的挺好，这球为什么我拉的没有劲儿呢？哎，这都是点晚了，看着啊，这都是点晚了。那么点太早呢，会造成大臂多，小臂收缩不了了。你发现呢？啊，就在这儿啊，你在这儿也使不上劲儿，稳定性也会很差。这种大臂多哈，肩顶的很多，但是不稳定。合适的距离，右前方啊，在身体的右前方。先大臂肩带着大臂往前顶啊，然后再收小臂啊，胯转过来就可以了。啊。